這一期呢，我來解釋一下為什麼我們把經濟學學得再明白，也不一定能成为好的投資人。我是 Joy， 我是在美國的私人股权項目的合夥人。在我接觸項目和很多投資人的過程中呢，我發現普遍很優秀的這些投資人和大多數的投資者之間有一個挺明顯的區別，就是在思維的這個靈活度上面。而這個是經濟學你怎麼學都是彌補不了的。同樣的思路呢，也是為什麼愛因斯坦能夠成功的突破經典力學的這個概念，建立了後來我們所熟知的相對論的這個世界觀。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经济的世界观是什么样的哈。经济学很多的时候呢，它讨论的是不同参考数据之间的关系。我们举个例子哈，大家也会比较好理解一些。就比如说像货币供应量和时间之间的关系，那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 GDP 和债务之间的关系，还有就是像价格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经济分析呢是两一组这种数据之间的一些关系。那这个不是说经济学的数据少哈，经济学有很多的数据嘛，这个大家也都知道。但是在分析的时候呢，这些非常复杂的信息最终都会被压缩成两组数据之间的关系。那反映在纸面上，也就是像这种经济学术報告啊，或者是說一些新聞上面呈現出來的，就是那種函數圖。那函數圖本質上描述的就是一個經濟體系中的局部關係。那這種分析方式呢，是建立在歐幾里得幾何上面的。很多人現在該說了，等會兒歐幾里得幾何是個什麼東西？我要懵了。我相信啊，只要你上過初中，應該都是可以理解這概念的。就是歐幾里得幾何的這個世界觀裡面討論的呢，是點線面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那在經濟學裡面對應的呢，就是點，就是一個數據點嘛，線就是數據變化形成的這個趨勢，面就是兩個數據之間疊加形成的這麼個區域。我們平時看見的很多經濟的函數圖呢，都是以這個歐幾里得幾何為基礎的。牛頓那經典力學的世界觀其實也是基於歐幾里得這個世界觀的。在歐幾里得這個世界觀裡面呢，數據之間是可以進行線性比較的，那所有的關係都會發生在一個很固定不變的這麼一個空間裡面。也就是說，這個坐標呢是絕對的，空間是固定的，那變化也可以是用來直接對比的。經濟學它特別擅長研究變量之間的關係，但如果從投資的世界觀去思考一下經濟的話呢，我們就會發現經濟學裡面默認的這個前提啊，其實並不完全適用於這個投資的世界觀。在投資的世界觀裡面，空間它可並不是固定的，投資考慮的不僅僅是哪一個變量會上升，然後哪一個變量會下降，投資真正應該關心的是整個這個經濟空間本身正在形成一個什麼樣的形態。這麼說可能還是有點抽象哈，我可以給大家看張圖，就是之前我不是有一期影片裡面就說到了，從投資的角度上去看經濟的話呢，這個經濟我們不應該把它按照行業去劃分，那更應該的是把它按照生產端或消費端去劃分，這就形成了一個圓形的光譜嘛。那這個光譜的核心就是生產端，邊緣呢就是消費端。如果說這張圖是我們在俯瞰一個經濟結構的話呢，那我們再可以換一個視角，從側面去看一下這個光譜的話，它應該是什麼樣的呢？在中間這個生產端的位置上其實是應該有一個深度，那這深度就代表了能源的開發技術和開採量。能源的開採技術越發達，開採量越大，那中間的這個部分呢，就會隨着下沉，隨之也會改變整個的這個經濟結構。有一些朋友看到這兒應該已經看出來了，這張圖呢就是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的那個圖解。而且我剛才說的這個生產端是能源這件事情，其實在廣義相對論裡面也是適用的。在廣義相對論這個裡面，能夠改變空間的，它就是一個物質的能量。有些朋友會覺得，這思路聽起來怎麼感覺有點離譜啊？但是其實我也不是第一個說這概念的人了。黃仁勳也說過類似的這個概念。AI is a 5-layer cake. Let's just always simplify. It's not quite this simplistic, but let's simplify AI into a 5-layer cake. Energy, chips, infrastructure, models, and applications. 也就是說，這個能源的開採技術和開採量的變化呢，是能夠影響整個經濟結構的。比如說像很久以前我們用的這個蠟燭就是鯨魚油製成的，那這個也促進了捕鯨業的發展。那煤炭的廣泛使用也推動了這個蒸汽動力的發展，這個也是第一次工業革命能夠發生的主要原因嘛。
第一次工业革命帶動的这個整個經濟結構的改變，這就不用我細說了吧，我們上學的時候都學過。而且呢，也是因為這個煤炭的廣泛使用，煤油替代了這個鯨魚油，捕鯨業就開始衰落了嘛。那我們現在這個 AI 的科技發展也是非常非常依賴這個能源開發的。根據我自己得到的大概的數据呢，就是說 AI 照着現在這個發展速度，如果說好像一直照這速度發展下去，那我们必須要有能夠實現現在能源生產量的至少2倍到3倍，甚至可能是4倍那麼多，才可以維持現在 AI 的這個發展速度。不然的話，這個技術哪怕是達到了，但是實際應用其實是沒有辦法落地的。那比如說像這個數據中心的運轉，它其實就是非常依賴能源的，而且這個 AI 發展非常依賴數據中心作為基礎設施嘛。那在這兒呢，我就不得不說一下哈，這個投資人在這個所謂的投資的世界觀裡面，應該是一個什麼位置、什麼角色呢？在愛因斯坦這相對論的世界觀裡面哈，除了這個空間彎曲以外，還有一個是跟歐几里得幾何世界觀有一個很大的區別的，就是在這個廣義相對論裡面存在着這麼一個觀測者，而投資人就應該是這個觀測者的角色，因為投資人在這個經濟結構裡面的位置不一樣，看到的這個經濟的變化，最終得到的結論其實都應該是不一樣的。比如說這投資人他站在離能源這核心很近的地方呢，那他的這個位置時間流速是非常慢的，能源的更迭就我們人類發展了這麼几千年，能源的種類其實並不是很多，能源被替代的這個周期其實也很長，基本上每一種主要的能源都能夠支撐幾十年甚至說上百年的人類的發展。那相關能源的一些基礎設施也是需要比如說10幾年甚至幾十年的時间才可以建立完善的。但是如果我們看一下比如說像那个消費品呢，或者是說科技發展啊，或者是說就是社交媒體這些東西，這個相對來講時間就要很快了嘛，幾年甚至幾個月都有很明顯的一個發展。一級市場和二級市場相比，看到這個市場變化也是非常不一樣的。那在一級市場裡面有這種談判啊、擬定合同這些東西，這些都需要時間，這個跟二級市場裡面恨不得那個毫秒級別的交易速度比那個差別就很大了嘛。投資人是需要確定好自己作為經濟結構變化的觀測者和宏觀決策者的這麼個位置的，而不是說一個微觀層面的分析師。因為如果越進入到這個微觀層面的話，你的世界觀就會非常非常自然的從一個廣義相對論這個4維空間裡面下降到這個歐几里得的2維世界觀裡面。當然不是說不讓你了解細節上的事兒，你還是需要對很多領域有一定了解的。比如說我們肯定是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常識。那這樣的話，很多分析師比如在說一些數據的時候，你才可以能聽得懂嘛。那你也得去了解一下，比如說像這個稅務系統它是怎麼建立的，這原理是什麼。那這樣的話，你才可以更準確的去跟這個專業人士表達自己的一些需求嘛。那相似的邏輯也是適用於在比如說像法律呀，還有一些商業原理上面。但是對於投資人來說，並不是說每一項都需要非常的精通，這個需要時間積累嘛。因為如果一旦想要這個精通的這個心理的話，他就進入了一種微觀心態，它不是一個投資人作為宏觀決策者應該去做的事情。如果一個人經常進入微觀管理的這個狀態的話，不管是投資人也好，還是說平時我們生活中也好就是說想把每一個細節都想得特別特別的明白，反反复复的確定它是不是對的，會不會給自己不好的結果。與其說它是一種分析型的思維，更多的時候我們仔細想想，它是一種從恐懼心態出發做出的一個選擇。如果我們從宏觀的角度上，從更現實的角度上去想一下的話我們不可能把人生的每一個細節都抓得特別的精確。一旦我們有這種恐懼的心態，那不管是做人生的選擇也好還是說在做投資也好，一定會出現錯誤。因為跟自己的預期不是100%相符的這種情況，那是一定會發生的。
越想控制这結果，那麼這個結果是負面的可能性其實是越大的，而且想要控制每一步的这個走向，也是一種我個人認為挺自負的一個行為。這個世界唯一確定的事兒，就是沒有什麼東西是確定的。想要去抓住任何事情的確定性，都是在嘗試去做神仙才能做到的事兒。我個人的理解是，我們學習過很多的這個經濟學的知識也好啊，或者是說投資的思路也好，都不是在去控制一件事情的走向，都只是說在為我們自己能夠做出更好的判断做一個鋪墊。我們的人生走向，我覺得有至少90%是基於我們對於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的事情的反應，也就是說我們对于世事无常这个概念的接受程度是多高。比如说哈，今天有一人批評我了，如果說我就不停的在想，為什麼這個人會批評我到底是哪兒做錯了呀？那我到底是不是真的這個個人價值有一些問題，有一些缺陷？那我可能這一整天就會越來越痛苦，我越來越委屈。但如果說有一人今天批評了我，我冷靜2秒，我想想，我發現這批評好像是純的一種情緒發洩，那麼這個事兒其實跟我就沒有什麼關係嘛，明顯就是他今天他就是心情不好，他看誰都想罵2句。但是如果說我冷靜2秒發現他說的好像還是很有道理的，那麼要不然我就盡快的去改正我這個錯誤。如果說我不能盡快的去改正我這個錯誤呢，但是這個錯誤它確實有必要去改正，那我就可以給自己設置一時間線嘛，就是什麼時候能做出這個改正。這樣的話，我就從一個負面情緒不斷升級的這麼一個狀態，變成了要面對一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狀態。這說的稍微有點遠了哈，但是我想跟大家表達的一個概念呢，就是說很多的時候，投資人不是說再去想要精準計算一個什麼結果，沒有任何一個事件的過程和結果是完全可以被預測出來的。投資人的角色是觀察結構的一個變化，找到適合自己的這個觀測點，然後做出適合自己的判斷和選擇。經常也是需要提醒一下自己，要從這個2維的微觀管理心態裡面拉出來，進入到這種4維的世界裡面。我相信這樣的話至少可以解決一下大家的這個焦慮的問題。